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主要讲的是给浏览器减负，以及如何免费使用 Chrome 自带的 Gemini 的模型。大家有没有觉得近来浏览器越来越卡，尤其是在你开了很多标签以后？这主要是因为后台预加载、各种 GPU 加速以及塞入的各种 AI 模型导致的。那大部分的小伙伴肯定会希望浏览器能够减负加速，同时还能够使用它免费提供的 AI 模型。这期就快速讲一下，给浏览器减负就像《山海经》里的五罗。五罗是人面豹纹、小腰百尺的门神，也有人说是雷神。他有一个职责就是管理天地的花园见不得一点杂草。像主流的 Chrome Edge 这样的浏览器越用越卡。主要就是后台预加载、扩展程序以及被嵌入的 AI 模型，这些都会需要资源把五罗请来，光后台轻缓存、砍扩展，腰瞬间就细了，跑起来跟猎豹一样。使用浏览器自带的 AI 模型，就好比《山海经》里的太冯，其状如人，而虎尾，会呼风唤雨，未卜先知。Chrome 自带的 Gemini Nano 就是这样一个不用联网、不用 API key、不用求人，本地就能工作的轻量级的 AI 模型。有了它，就像是养了一只会算命的小狸猫，问啥秒回。话不多说，先讲浏览器减负加速。从 Chrome 开始，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选择 Delete Browsing Data， 这样就会跳转到清理页面。它是可以按时间段来进行清理的，最长的时间段是 All Time。一般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也不要把关键信息删掉了，就选这4项删掉就可以了。比如说我选过去24个小时，然后 Delete from this device， 这样就好了。关于 Edge 的话，其实也差不多，点这3个点的按钮，然后选中这个 Privacy Search and Service， 然后点一下 Clear Browser Data， 然后选一下时间，比如说过去24个小时，基本上就选这默认的4个选项就可以了，然后点 Clear Now， 这样浏览器的缓存数据就清理好了。然后看一下如何清理一些不必要的加速。在 Chrome 的话，用的就是这个 Flex 的 URL， 进来以后输一下 2D， 然后用这个按钮把它关掉。我们等一下再重启等全部做完了再重启。如果你用的是正常的模式，重启以后原来开的标签页都还在如果你用的是 Private 模式的话，那重启以后标签页就全部丢失。然后再输入一下 GPU， 把这个 GPU 三格化也同样 disable 掉。尤其是像如果你用的是 Mac 的话，本来就没有独立的 GPU， 再让 GPU 去执行章格化，这本身安排就不合理在 Edge 里也是一样的，用的是 Flex 的标签，同样的输一下 2D， 关掉，输一下 GPU， 在这个按钮这里点一下，关掉。重启也是等到全部设完再重启然后去除掉设置里 GPU 的加速，在 Chrome 里面点这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设置，然后在系统里面把这个关掉，先不要重启但是有一个事情要说一下，如果你会需要使用 Stitch 或者是 Figma 这样的图形设计软件，并且在浏览器里面查看，这个东西就必须打开那如果你没有 Stitch Abstract Figma 这样的设计软件使用的要求，或者你用的是他们的 App， 不是在浏览器里的，这个你就可以给它关掉。这个是系统图形化加速的，如果你不用设计类软件的话就没什么用。我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是开着的。在 Edge 里也一样，点这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设置，点一下系统和表现，打开 Performance， 打开 System。 如果你不需要图形设计软件在浏览器里的话，这个就可以关掉，如果需要就要保持打开。然后设置一下节省内存，点一下 Performance， 这个是在 Chrome 里面。在 Memory 这里
把这个按钮打开，然后选择 Balance， 这样不活动的标签页就不会过多的占用内存的资源。在 Edge 里也是，点一下 System and Performance， 点一下 Performance， 在 Memory 底下把这个按钮打开，这样不活动的 Tab 就不会过多的占用资源。接下来看一下清除不必要的插件，在 Chrome 里面点一下这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设置，点一下 Extensions， 对于没有用的这种插件关掉，然后点删除，然后再一次点删除，确认删除。基本上就是没用的全部删掉，不要让它过多占用资源。删掉一些什么就自己定吧。在 Edge 里面也是一样，点这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 Settings， 点一下 Extensions， 选自己不要的东西，关掉它，然后点删除，然后点删除确认一下就好了。这样清理工作就做好了。接下去要做的就是如何使用像 Chrome 自带的 AI 模型，它自带的是 Gemini Nano 啊，相当于 GPT-4 左右的能力吧，但是它免费，不需要 API Key。先来安装一下 Chrome 里面 Gemini Nano 的模型，输入一下 Gemini， 这个是防诈骗的，可勾可不勾，我们还是 Enable 它吧。这个是允许提示词的，如果你希望允许多语言，就要选 Enable Multilingual。这个是允许多语言输入的，这个也要允许。这个是允许 AI 进行写作的，要选择允许多语言。这是允许重写啊，也要允许多语言。这个是允许校验啊，这个也是要打开的。这个是允许总结啊，总结这个也是要打开的，而且要支持多语言。如果你会需要处理一些图像的问题，那这个也是要打开的。然后搜索一下这个，这个是用来优化和规范模型的，这个也是要打开，选这个 Enable Bypass 的选项，这样可以不需要检查。这些都设好了以后， Gemini Nano 的模型就会开始下载。那我们怎么看到它有没有下载呢？我们会需要到它的 Debug Mode 底下去看，比如说这个 On Device Internals， 这个就是一个 Debug 的 URL。 Chrome 本身自带的 URL 可以在这个 Chrome URLs 底下都可以找到。我们先要 Enable 一下，点一下这个 Enable 的按钮就是 Enable， 再点一下就是 Disable， 我们要 Enable 它。另外你还需要确保你的 Chrome 的版本在127以上啊，我的版本是148。然后我们就会看一下比较常用的 debug 的 URL， 比如说这个 On Device Internals， 点一下它就会打开，顺便也打开一下这个 Optimization Guide Internals。 这个优化的是可以用来看到 log 的，这个 On Device Internal 底下会有一个 Model Status，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Version 3的 Nano 的模型，整个的大小是4G 多。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开启下载啊。右击选 Inspect， 打开 Console Tab， 输入这么一段，看一下目前的 AI 模型的状态，确实是不支持啊。但是为什么这个模型没有下载呢？前面这些 flag 都已经开了呀，在这个 Optimization 的 log 底下也没有报错。回到 On Device Internal 底下，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模型的准备情况，说是 available 了。那既然他说 AI 的模型已经 available 了，我们就输这样一个命令来问一下它是什么。好的，可以看见这个模型它真的在回复，问一下它能不能用中文进行回复。稍等一下，好的，它能够用中文进行回复，那这个模型就是好了。这个应该是卸载的进程，不是安装的进程。这个就是 Chrome 浏览器自带的 Gemini Nano 的 AI 模型的官网了。
它这里主要就是分成3大块，第一个是解释这个模型是什么，第二个部分是如何快速开启，第3个部分讲的就是有哪些 API 是可以调用的。再向下拉，能调用的 API 主要也就是这些。翻译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要是能够调用校对的接口、写作接口、重写接口、翻译接口、语言检测接口、总结接口，还有提示词接口。为了快速推进，我们就直接点一下 Get Start。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有很详细的解释如何安装和使用，这些步骤我们刚才都已经做完了。看到 Available 就是可以开始使用了。这里再说一下，如果想要在 localhost 使用，一定要把这个打开。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打开了。如果打开以后你发现你依旧不能在 localhost 上使用 Chrome 自带的 AI 模型，那你就到这个 Components URL 这个地方，点一下 Check for Update。如果它 check 以后显示是 up to date， 那这个就是最新的了。快速开始看完以后向下拉，下面这些就是能调用的免费的 API 了。这里面比较值得看的就是这个 Prompt API 底下这个 Get Start。在这个 Prompt API 底下呢，它这里就会有使用的要求和一些代码的样例，包括怎么创建对话，怎么继续对话，以及各种不同的功能。它这里的例子还是蛮简单易懂的，像这个绘画同时能够输入文字、音频和图像，这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就是它的 Playground， 这个也是它的 Playground， 这个是 Chrome Building 的，这个是对外的，它们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就比如说这里有 Translate， 它这里也有 Translate， 它的作用就是展示一下这个 Gemini Nano 这个模型最后会是一个怎样运行的结果。就比如说它这里默认会说英文翻译成法语嘛，我们就给一个 Hello， 然后让它翻译。稍等一下，翻译完成以后呢，就会蹦出这个法语。也就是说结果可以在这上面看到，向下拉，代码可以在下面看到，这个是它的执行过程。你会不会写代码完全没有关系啊，你自己看一下，它就代码就给你直接生成好了，你要用你就复制粘贴就是了。比如说如果你是翻译的话，就直接这样用就可以了。如果你要 summary 的话，它这里也有 summary 的代码，你只要把这里的选项选成 Summarize API，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Summarize 的代码。如果你想知道你本地 Chrome 里面 Gemini Nano AI 模型是否已经 ready 了，你还可以在这里点一下 Check Available， 它就会变成 Available， 变成 Available 就是 ready 了。这个和我们之前用代码直接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Chrome 自带的 AI 就装好了，写一个内容总结的插件来使用它一下，会用到一些终端，也就是 Terminal 增强类型的工具，在这个视频里也已经讲过。用这个命令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进入到创建的这个文件夹，进来以后用这个命令创建一个 manifest JSON 文件，然后用 bat 查看一下这个 JSON 文件，这样 JSON 文件就创建好。它需要的 permission 就2个，一个是能够打开 tab， 一个是能够使用脚本。清理一下页面，然后继续用 echo 命令创建一个叫 popup 到 html 的文件。它这个命令有点长啊，按下回车生成以后，我们去查看一下这个 html 的文件，它其实就是一个界面。使用 miru 命令查看一下这个 popup html 的这个文件，这样这个文件就创建好了。popup 的 js 文件就嵌在这个 html 的文件里面。退出，用 clear 命令清一下页面，然后继续用 echo 命令创建一下 js 文件，按回车，用 isa 命令看一下，刚刚这个 popup.js 文件是创建了。
然后用 bat 命令查看一下这个 JS 文件，内容也已经写好了，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它调用了模型，给 AI 模型的提示词就是做总结的，按 Ctrl+C 退出，用这个命令清一下页面，这样这个小的 plugin 的例子就已经做好了。来到 Chrome Extensions 这个 URL 这边，记得要打开 Developer Mode， 点击 Load Unpack， 然后选中你刚才创建的这个文件夹，点 Select， 这样就可以开始加载本地的 plugin 了。加载好以后就会显示在页面的列表里，用 Miru 命令查看一下 Manifest， 名字和版本号这两个都能对得上，这样加载步骤就完成了。点一下这个 Extension 的按钮，找到你刚才加载的本地 plugin， 点一下 Pin， 把它 Pin 到工具栏里，随便开一篇文章，点一下刚才你自己制作的有 AI 模型的 plugin， 点一下 Summarize Current Page， 点了总结按钮以后是报错，说是语言选项有问题，那去改一下代码，用这个命令打开 popup.js， 全部删除，给一段新的代码，这段代码直接就是用 AI 的 Summarizer 来做，保存一下，用 Miru 查看一下这一段新的代码，看到 Summarizer 确实是更新了， Ctrl+C 退出，到 Chrome Extension 这里点一下刷新，这样就 reload， 然后随便找一篇文章，点一下更新后的 AI plugin， 点一下 Summarize 按钮，稍等一下，很快这个对短文的总结就直接生成。当然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界面什么的可以之后再写的漂亮。界面要漂亮的话，主要就是要改这个 popup.html。那这样一个简单的使用浏览器内置 AI 的例子就讲好。这期主要讲的就是给浏览器减负帧数，以及如何使用浏览器内置的 AI 模型。如果你前面对浏览器的属性做了修改，不要忘记点一下 Rerun。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